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老李头测评。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新鲜出炉，由2026年 ChinaJoy 现场去抢的这一个现货蜘蛛侠崭新之日当中的蜘蛛侠普通版啊，它会场呢还有豪华特别跟豪华版两个版本，但是另外两个呢都是预定的方式来开出来的，到时候可能是今年年底吧也能出货，但这个普通版就直接给它上了。两个版本唯一的区别就是另外一个是拥有豪华版地台，如果是豪华特别版，它还多给你一个会场限定的一个手型，非常帅啊！如果看过电影的话，应该都知道，跟浩克对战的时候带上去的那一个。好，话不多说，我们来看一下这次又出现的这一款红蓝战衣。好，镜头拉近。这一次呢，我也看到很多朋友都拿到了这一款，但是我们看一下面罩头这个走线全是歪的，对不对？顶部非常的明显。第一开始呢，我以为是特例但是后面才发现几乎每一款都是歪的，有的地方呢是顶部或者是侧面，反正都有，没有一个走线是正常的，就是很平整的。这一点的话呢，我自己也有点心理预期了，因为咱们 HT 早期只要是以会场限定发售的一些东西，就比如说之前的去年的像假面骑士都会有这种情况，要么就是走线有问题，要么就是皮质会有一些中奖，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但整体如果不去细看的话还算可以吧。我个人觉得这一款战衣是包括上次我测评的终极摆荡或者是以前的猩红蓝颜色虽然说是一样，但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一款崭新之日的战衣，包括头应该是这几款里面最舒服的，但我不知道后面还会不会出但这一款确实比较舒服。手型依然是老问题颜色跟战衣色差比较大而且非常的油，质感还是不错，比例也还行。再来看一下背部，整个素体的话呢，依然是纯素体，除了这边跟脖子会有一些薄薄的一个包胶填充，裆部跟臀部我看一下有没有基本上也是没有的，所以屁股上这个关节暴露会比较明显一点点。斜面的话也是线有点歪对于一些强迫症的玩家来说确实有点难受了。看一下这里也是歪的，我这脚上倒还无所谓。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可动。这一款有一个非常好的点，是它刚刚出来的时候瞬间把之前直发的钢珠 2.0 给带火了。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头雕我操好硬看到没有，拔下来了以后可以去放钢铁蜘蛛侠 2.0 直发头，可以给它放上去，包括那个胶发的头也能插上去，而且插上去了以后看着非常舒服。这一点就是这一款价格，虽然说它的定价会场限定去买的话是1500块，现在都是1800、1900，再加上你要去买这个钢珠 2.0 的话，大概现在是3200左右，不菲的价格。如果你以前有的话，那买这一个装上去真的是非常舒服了。好，再给它装上。抬头幅度比较小，低头几乎是没有，左右侧头幅度也很小，手臂往前有，后拉也有，非常清脆的两个咔嚓的声音。齿轮关节平举，这样是没有问题的，幅度不能再大了，这个战衣毕竟比较薄。往后没问题，手肘部分折痕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再看一下胸腰可动，一段式、2段、3段、4段、5段，哦呦，这腰可以很完美。
往后1、2，差不多。旋转也有，侧腰，侧腰拧不动啊。腿部也是齿轮关节，看一下侧踢，侧踢的幅度还是可以的。前踢，后踢，再看一下屈膝啊，脚部关节啊，左右前后，整体包括脚踝的这些关节都非常的紧啊，还是很不错的。整个素体螃蟹手也没有，大腿包括手臂都有旋转空间。这应该是近期我把玩的开箱里面蜘蛛侠最舒服的玩起来，而且整体的这个战衣还原度应该是相对于前面几个在蜘蛛侠崭新之日里面最还原的吧。好了，主体我们就迅速的看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包装，还有少之又少的普通版的配件都有些什么。好了，兄弟们，包装常规的来看一下。本次这个包装嘛，也没有很大的特色，它也没有一个特别版的标志，虽然说它是一个限量的现货。正面的话呢，就是一个蜘蛛侠的漫画造型，侧面产品的名称崭新之日的标志，背部注意事项跟厂家。抽拉式的一个外包装啊，咱们来抽开。背部也有蜘蛛侠的一个全身造型，半开窗的一个包装，可以看到主体配件，东西不多，配件我们来打开。单层包装，下方就说明书。好了，包装方面就迅速的看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为数不多的配件都有一些什么。好了，接下来来看一下配件说明书，非常的精简，可以想象得到这后面几个白的是留给谁的，好难猜哦。好，来看一下眼睛的一个替换，手臂可动，腿部可动，手型对应的这个配件，这边也有蜘蛛发射器啊，它是一个磁吸的，可以吸附在手上。然后可以看一下钥匙、手机，还有一些注意事项，非常少啊，就这么一点。普通版就是这个经典时尚小地台，配一个夹腰的蛇形软管支架。蜘蛛丝这几个特效件啊，老生常谈了，每个都一模一样，一个，两个，就感觉好像这个跟我以往玩的有些不同啊，因为它有点渐变，当中这个非常透明，这两边就颜色比较深，这几个好像也是啊，就好像做了几个渐变，以前都是实色的，没有其他的变化，形状都是一样啊，都是那么几个。OK。手型常规给的比较多，刚刚我主体手上一个握持手，对，然后拆包装的时候呢是握拳手，一对发射手型，造型手一对，涂装都比较亮，比较油啊，我觉得，但是主体呢看上去还是偏淡色的，有点磨砂质感的，但手型就没有了。又是一对造型手，手机一个，是一个黑屏的一个显示啊，没有给到其他的一个画面。钥匙一把，这种很多都是有点剧透啊，电影因为还在上映期啊，就看一下就行了，也不多做解释。非常小，非常小啊，这个，然后放在掌心，镜头拉近，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啊。这是一个抑制器，一开始我以为这个东西能磁吸在主体上，但是不行。涂装呢也一般，细看我觉得还原度，就这样。
然后看一下两个发射器，两个发射器倒做的还行啊，包括细节的一个涂装。我看一下磁吸力度牢不牢。它是，我看一下，力度还行，正常的把玩基本上没问题，不会掉。然后佩戴蜘蛛丝这个特效键的两个小配件，然后就是眼型了啊。首先一对，第二对，最后第三对，一样，这两边眼角往上这里啊，开模非常尖锐，把玩的时候，包括去拆卸替换的时候，要特别当心，不要去弄断了。OK。配件就这么多啊，常规的一个手型战士吧。整体，因为最近啊，蜘蛛侠可能我开的多了，所以稍微有点麻，而且对于我这种，就是我感觉反正都差不多，没有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当然，如果你手上就是有很多蜘蛛侠，特别是荷兰弟的这个版本。你放在一起对比的话，确实会有不同的效果，看上去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你只要单独一个的话，区别不大啊。特别是你之前网上看图，然后手上拿到的时候，你会感觉好像是一样的啊。但这一款确实面罩头会比较舒服一点，除了走线，不知道之后会出的这个大货版的这些豪华啊，或者是豪华特别版，这个面罩的走线会不会好一点，这就不知道了。反正肯定会比现在的好吧。好了，本期老李头视频的话呢，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喜欢老李头视频的话呢，还帮我在视频的最后来个1键3连的支持，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动力。本期的开箱把玩，咱们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